这里是朔方镇，北境国门。3年前赫达围城，通路全断，17封求救血信送出去，送信人9死1生，却始终等不来半分援军。这座城我们还在守，只是不知道朝廷还记不记得。苏医师，吃点吧，您3天没合眼了。王校尉怎么样？烧得厉害，再没有冰筋草，撑不过今晚。燕儿应该快回来了。3年围城，粮尽要绝，这冰筋草是王校尉唯一的活路。这是什么？一间通道。凭空喷水的器物，这里水多到拿来浇园子，朔方百姓连浑水都抢不上。无马无牛自己会动，奇怪兽。你是中介推荐的药材帮工，晚了56分钟，中介没跟你说约定时间，在和我说话，还真让中介说着了。专搞古法药材的师傅，合着这沉浸式古法连身像样衣裳都没有。那是安防设备，不用看。行了，快跟上。张姐，新来的勤杂工，人给你领来了。就他，行，后头药库乱得很，限你今天收拾明白，收拾不好直接走人，仔细干。张姐是药房老人，听她安排。这么多药材，竟存了这么多，伤兵房空空的药箱，老兵溃烂的伤口，要是有这些药，这点场面比军中药库乱的时候差远了。先分腐败，再分药性，能救人的不能跟废的混在一起。这瓶子倒是透亮，比咱们的陶罐好用多了，就是字一个都认不全。这是上午那间库房。发霉虫烂的全清了，连干湿寒热都分好了。顺手的事儿。谁教你的这套分法？看着像老辈传下来的路数。以前家里做药材生意，从小看长辈打理，耳濡目染罢了。这土法子倒真把虫霉味压下去了。摆放逻辑和陈老药师当年的规矩一致，先急后缓，先常用后贵细，都是长辈教得好。我刚才就觉得眼熟，真是陈师傅的路数。行，试工通过了，从今天起，你正式留在药房做勤杂，月钱按规矩发。多谢张姐，多谢王妈。谢什么？留你是干活的，不是吃白饭的。后院那间员工洗手间好久没彻底收拾了，你顺带去打扫干净，拖把清洁具都在门后。好，我把这里收尾就过去，保证收拾妥当。这是何物？看着像瓷质坐凳，中间却凹下一汪清水，莫是什么仙家静气？什么机关？你这是做什么呢？这是马桶，不是什么敌营机关。这道爆疤深的都翻了白，看着就有些年头了。这么年轻的小伙子，到底遭过多少罪？就连当年逃荒过来的难民，都少见落下这么重的伤。王妈，这东西自己会开半冲水，我以为是什么机关暗器。什么机关暗器？这是全自动感应马桶，就是个公桶，人一靠近就自动翻败冲水，都是现代科技，你懂不懂？原来是公桶，倒是比军里的陶罐干净方便，就是动静太唬人。
行了，大清早的别跟个马桶较劲。正好到饭点了，跟我去食堂吃早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一天的活。这就是昨日药盒上写的外用消毒药，看着比军里的煎疮药水纯净得多，治外伤定是奇效。还愣着做什么？食堂到点收餐，去晚了就吃不上热乎的。边关伤员最缺的就是这个，得想办法弄些回去。小伙子发什么呆？后面还等着呢。抱歉，谢谢。这么白净的米，还有肉汤和馒头。朔方大旱3年，军粮里都掺着康符。朔方军的弟兄们已经好久没吃过一顿正经的白饭了。怎么，饭菜不合口？没有，很好，只是想起家里的弟兄，很久没吃过这样的饭了。能吃饱饭是福气，你既然来这儿干活，就踏实留下来，好好干，亏不了你。这里有吃不完的粮，有治伤的药，足够救朔方的百姓，救白发军的弟兄。我既然能来到这里，就绝不能空手回去。等等，怎么，小伙子没吃饱？这些都不要了。过了饭点的员工餐，不倒留着招虫子。若不嫌麻烦，给我吧。王妈安排我下午盘药库，夜里值守，饭量大，熬到后半夜容易饿。你一个人吃得了这么多？给他装起来吧。这孩子干活实在，搬药盘库都是力气活，费饭。吃完直接去后院药库找陈叔理一理，临期耗材该报废的挑出来登记。多谢王妈，多谢阿姨。清壮消毒，和理疗室用的一模一样。旁人眼里的废料，到了边关就是救命的宝贝。但愿这情还认得回去的路。师兄，你真回来了！伤的是谁？送药路上中了刀，伤口发黑，高烧退不下去。这是细面膜，还有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？先救人，回头再说。师兄，你拿自己试药？不试过，我不敢往他伤口上用。忍着，洗干净就不烧了。这药比咱们熬的汤药洗的还干净。把身前留的退烧药汤端来。管用就好。昨夜烧得快不行的人就是他。叔公，就是师兄带回来的药，一用就退热了。这东西哪儿来的？叔公您来的正好，您看这药效多好。我问你，这药哪儿来的？嗨，还能哪儿来的？山里转悠的时候碰着点好东西呗，运气好，运气好。黑虎山旱了3年，草根都快被挖光了，你去哪儿寻这么白净的白面？叔公，师兄昨夜先在自己手上试了药，确定没事才给伤兵用的。我问的是来路。药能救人，粮能活命，这就够了。不够。城被围了3年，粮药比金子还贵，你凭空弄来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，我怎么敢让全卢的人吃，让全城的兵用？叔公您消消气，您可是咱们朔方镇的宝贝，您倒了谁给弟兄们看诊啊？少跟我油嘴滑舌！我问你，是不是通敌换的，还是碰了山里什么邪祟？叔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爹战死在城头上，我怎么可能通敌？那你就说。武警的事太过离奇，说出来叔公未必信，反而节外生枝。现在还不能说，您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肯定给您一个交代。你跟我进来。这几日你天天往山后跑，一去就是大半天，到底去哪儿了？还能去哪儿？采药呗，山里药草多，我多转悠转悠。还嘴硬！昨日我去后山查过，那片荒草都被踩平了，还有处古井被藤蔓盖着，是不是和那里有关？叔公您老火眼金睛啊，这点小事都瞒不过您。就是口枯井，我看着遮得严实，偶尔躲那儿歇口气。歇口气能歇出白面馒头，能歇出琉璃药瓶。苏燕，你当我老糊涂了是不是？叔公，您先别急，我说就是。叔公，我坠井那天没有摔死，
井底不是死水，是一条通路。我穿过一片蓝光，落到了另一个世界。那里的人叫它现代，有我们从未见过的房屋、器具和医术。我隐了身份，在那边药房做工，靠干活换粮食，换伤药。那边的药清创退热，比草药快数倍，粮食也充足。王校尉的烧能退，靠的就是那边的东西。荒唐！古井通异事，这是上古邪物，最会勾人魂魄。你见的都是幻想。叔公，您亲眼见过王校尉的伤，若是邪物幻想，怎能让溃烂伤口收口，让烧了一天的人退热？这不是勾魂邪路，是能救白发军、救朔方百姓的活路。你当我不想救弟兄们？可城里现在什么光况？能拿得动刀的老兵不足300，上营躺了120多号人，光昨天就抬出去7个，全熬不过溃烂和高烧。才走了3日，竟又折了这么多人。苏家3代都埋在朔方，你爹战死在城头，你要是再出事，苏家这根独苗就断了。我没脸见你爷爷和你爹，城里已经没多少人了，不能再折一个你。可正因为城里撑不住了，我才更得去，多跑一趟就能多带几瓶，要多救好几个人。叔公，这是眼下唯一的活路。叔公，城里粮尽药绝，再不想办法，白发军撑不了多久。那边有吃不完的粮食，有治外伤的良药，还有听都没听过的治病法子。放着这条路不走，难道眼睁睁看着弟兄们一个个死在城里？你真能保证不被外人发现半分？我保证。每次都趁夜里往返，对外半个字都不提。对外只说山中发现了先辈留下的隐秘药窖，遇了隐士高人接济。古井、异事，半个字都不许泄露。还有，所有从那边带回来的新药，你必须先亲身试药，确认无害，才能用到弟兄们身上。我记住了，万事小心。古怪，人凭空没了，这井绝对有问题。你先回去禀报首领，我留在这儿盯着，他肯定还会出来。无机扩无人推，自行开合。大半夜不干活，跟扇门较什么劲？这门不用手推，自己会开。自动感应门，人近就开，远了就关。赶紧进去，药包别放凉了。怕热的药材都放这里面，我给你开一次，记好怎么用。寒冰储药柜，这么大体积，得藏多少冰？这是药品冷藏柜，恒温恒湿，不是什么寒冰法器。调温度的，按这个加减，别弄坏药材。记下了。里面是什么？电动煎药机，煎药的，定好时辰到点就停，比人工守着准10倍。这东西运回边关，伤兵阳能省1半人手。药包赶紧归置好，到点该交班了。好嘞，马上就好。谁让你碰这边的？看着有点乱，就顺手整理了。贵西药区是我负责的，每样东西都有数，你乱碰乱动，少了算谁的？做好你自己的药库杂活就行，别越界。知道了，下次不会了。哼。怎么摆的比之前还规整？早上我听见你说苏燕了，那小子手伸得太长，贵西药区也敢乱碰。他也是个苦孩子，老家遭了灾，一大家子都靠他撑着，做事勤快，就是没什么规矩。遭灾？可不是嘛！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，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养，出来打工挣点钱全寄回去。我看他平时吃饭都舍不得打肉菜，省得很。原来是这样。厨房多的卤蛋没人吃，别浪费了。给我的？不然给鬼啊！赶紧吃，吃完接着干活。多谢张姐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对了，以后想认药材学规矩，就过来问我，别自己瞎碰贵西药。真的？废话，我还能骗你？
谢谢张姐，我肯定好好学，不给你添麻烦。千里传声法器，巴掌大一点，能隔着山说话。圈里传个线要跑断腿，这玩意儿张嘴就到。完了，这是老爷子生前亲手拉坯做的，用了几十年。张姐，手没划着吧？我接孩子电话分了神，取药碾的时候失了手，该怎么罚我都认，就是对不起老爷子留下的这点念想。他拖家带口的，要是丢了这份差事，孩子看病都难。但是君阳那边，张姐，一会儿王妈来了，你别说全是你分神，就说我刚才急着拿旁边的药筐，侧身的时候蹭了你一下，都没留神才碰掉的。那怎么行？这是我的错，不能连累你。怎么回事？这是谁的失误？王妈，这事儿是我没留神，方才我抱着药筐急着进来摊晒，走得莽撞，撞了张姐一下，才害得她失手打翻了药碾。是我自己没拿稳，跟他没关系。你俩倒敢担，可你们知不知道，这紫砂药碾是陆老爷子生前的心爱旧物，是留给少爷的念想，岂是你们一句认罚就能接过去的？柜顶那只老爷子做的紫砂药碾被碰掉了，俩人都抢着担责，说是自己的错，我拿不准分寸，就请您过来定夺。这药碾是我先生生前亲手做的，用了几十年，确实是他最上心的一件旧物。太太，是我的错，我愿意赔偿，哪怕从我工资里慢慢扣也行。太太，是我撞的，我认罚。我今天过来不是来追责的，再金贵的旧物也比不上人心贵重。你们俩遇事不推诿，还想着替对方担着，这份心意比一只药碾值钱多了。他不罚我们，军中打碎自重，轻则受罚，重则挨军棍。这大户人家的主母行事倒不一样。孩子发烧要紧，你下午早点回去，不用惦记这边的事儿。太太，您不怪我。器物碎了可以收着，人心散了就找不回来了。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以后小心点就是。你也不用总躬身赔罪，这里没有那么多上下尊卑，大家都是做事的，不必拘礼。谢谢太太。你还在收拾这个呢？碎片收好了，回头看看能不能粘起来，好歹是老爷子的念想。刚才的事儿，谢谢你，明明是我自己失的手，你反倒抢着担下来。多大点事儿，你家里孩子还病着，真因为这事儿丢了差事，得不偿失。这是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给我的，辟邪保平安的，给你了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拿着，以后在药房有什么事儿就报我名字。那这个给你，西云的艾草编的，驱寒防感冒，给孩子带着正好。你这小子还挺有心。我先回去看孩子了，药房这边你多盯着点儿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这批药和粮食送回去，总能再撑一段日子。果然有人，跟我们走一趟，见我们首领去，饶你一条命。古井的踪迹，到底还是被人撞见了。别动！怎么回事？赫达的探子蹲在古井边上，我刚回去就撞上了。人我已经处理了，痕迹也掩了，还是被盯上了。是，这批探子应该蹲了不止一日，好在只有2个人。我想着，咱们得加派弟兄在后山周边巡逻，严禁闲杂人等靠近荒原古井。今日我就调2个老兵过来守着，后山入口也设暗哨。哟，这不是新来的那个勤杂工吗？
听说你把老爷子的药碾摔碎了，太太都没罚你，面子挺大呀。可不是嘛，换别人早卷铺盖走人了，哪还能安安稳稳在这儿收拾东西？我看看这宝贝碎成什么样了。别碰！怎么，碰不得了？你一个乡下出来的勤杂工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张组长，我们就是过来送物料，跟他聊两句。聊两句？我怎么听见有人阴阳怪气的？药房是干活的地方，不是让你们嚼舌根的。按院规，无故自视、刁难同事，扣当月绩效；再犯直接走人。物料放下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没碰着你吧？没有，就他们那两下子，还碰不着我。你不是在家看孩子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孩子退烧了，我放心不下药房，就过来看看。对了，王妈刚才还找你说书房老爷子的旧医书要清点，让你过去搭帮手。行，我这就过去。这几页是战地药材的炮制法，居然缺了大半。得赶紧找古籍修复的行家来，再拖下去，这些古方就真保不住了。这只是古法储皮纸，这册子是边军传下来的炮制药典。不行，我得再找古籍修复的李专家问问，他是这行的顶尖行家，说不定有办法。李专家吗？我是云顶庄园的王管家，我们这儿有一批陆老爷子留下的古法医书重铸的厉害，想请您优先过来修复一下。王管家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手头的档期已经排到1年后了，实在抽不开身啊。李专家，这些医书等不了1年，我出5万，您看能不能插个队，先把这批书修了？王管家，真不是钱的事儿，行里的规矩不能破。10万，李专家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您能优先接手，多少钱都好说。王管家，这我最多只能承诺提前半年开工，但我得把话说在前头。现代技术只能补全虫洞脱标书页，您这批书要是古法储皮纸，这手艺现在早失传了，我还原不了原本的纸张质感。至于书里缺的单方文字，就更没法补全了。连纸都还原不了，方子也补不上，这可怎么修？10万，居然肯花这么多钱修书，边关将士半年的粮饷都用不了这么多。王妈平日待我不薄，我理应搭把手。再说，我要是能修好这批书，哪怕只分些酬劳，换成良药带回边关，也能救不少将士的命。王妈，苏燕，你先忙你的去吧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王妈，要是您信得过，我能试着修这些医书。将军，井底空无一人，那人凭空消失了。你一个管药库的勤杂工，怎么会修这么金贵的古医书？这可是业内顶尖专家都搞不定的活儿，你别想着好心帮忙就拦这种瓷器活儿。王妈，我不是说大话，我刚才看过了，这医书用的是古法储皮纸。我小时候跟着家里长辈学过，知道怎么用楚树皮加白芨熬浆做补纸，就连书里缺的战地炮制药方，我家传医书里都有记载，能对上原书的路子。你真懂，连李专家都说这手艺早就失传了，单方更是没人能补。王妈，我真的会。按老法子做出的补纸，肯定能跟原书严丝合缝，方子我也能补全，绝不敢瞎写。这些医书损坏的快，再拖下去，别说半年，几个月后就彻底烂没了。这孩子平时干活麻利靠谱，说不定真有两下子。行，死马当活马医，你先拿最破的那本《边军炮制药识册》试试手，需要什么材料，我立刻让人去备。火候不能太猛，得文火慢熬，把树皮纤维熬透了，做出来的纸浆才细腻服帖。王妈，这步叫抄纸，等这层纸膜阴干了，就是最合用的储皮补纸。这手法比纪录片里那些修复大师的手还要稳。哎呀，绝了！真的一点修补的痕迹都看不出来。苏燕，你这手艺也太神了！王妈，您看这页缺的是黄背、岩背的完整工序，我能把步骤补全，但不敢直接写在原书上，弄坏了书。我先誊写在白纸上，您让人按着方子去跑制间试做一批，验证药效没问题了，再往原书上补也不迟。对，是该谨慎些。你现在就把方子写下来，我立刻让药房的跑制师傅按方试做，结果出来了再定。
王妈，这21本都修完了，夹层里放了驱虫药包，按古法陈放，保5年不生虫不反潮。我的天，原先满页都是虫洞，连字都连不成句，现在竟一点修补的痕迹都看不出来。你这手艺比那开价10万的修复大师还厉害。对了，你前几日誊写的那道缺字单方，我一早就让药房的炮制师傅按工序试做了，算算时辰，也该有结果了。王管家，苏小哥写的这道研背法太绝了，我们按工序背出来的黄背，有效成分出率比现行工艺高了2成，药性更温和，连炮制时的药材损耗都降了1成。你这孩子不仅会修书，连失传的炮制古法都烂熟于心，这可是连专家都补不上的法子。都是家传的战地药方，祖上几代人试出来的火候，算不上什么稀罕本事。王妈，我修好这些书，再加上补全的单方，能不能值点工钱？不用多，购买些米面消炎药就行。我老家内还有不少人等着用药，实在是缺得紧。陆总，您回来了。补纸天衣无缝，连字迹都与原书一脉相承。更难得的是，补全的炮制工艺经实验验证，确实补上了现代中药的工艺短板。这批古方刚好能补全我们产品线的空白，你立了大功，这手艺远超市面上绝大多数古籍修复专家。王妈，通知财务，从这个月起给他底薪翻倍，另外单独发2万块奖金，作为修复古籍与补全单方的酬劳。往后药房的古法炮制优化，也劳你多费心，待遇另有安排。多谢陆总厚赏，这笔钱能换不少良药，老家的将士们有救了。不用多礼，这是你凭本事赚的。查一下他的身份背景，越详细越好。陆总，好治好的药材送来了，黄柏、黄芩、虎参各3份，搁桌上吧。这匣子亮着就能自己翻字，若是能存进所有单方，边关就不用拼死护着纸书了。怎么了，陆总？这里面能存多少药方？我想把老家的古法都记进去，免得再遭虫蛀损毁。什么都能装，你那修补的古籍全都能抄进这里面，一个虫洞都不会有。改天我让人扫描存档，你随时能查。你看，这是仿有的炮制规范，这边是现代药典的收录条目，这些字我认得，可排法全然不同。这有效成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药里真正起作用的那个东西。你们古法看药性，现代看成分，说法不同，道理相通。成分就像方子里君臣佐指，各管各的用，差不多这个意思。古法看整体药性，现代拆到分子层面，各有各的好处。来，你试试。哦，它咬人？不咬人，这叫触控板，手指放上去轻轻滑，屏幕上的箭头就跟着动。再试试，了不得，这方匣子比药童还听话。多谢陆总教导。不用谢，以后你要查什么资料，直接来找我，我教你用。叔公，山北坡发现了陌生脚印，不幅宽大，鞋底带铁钉，不像采药山民的。你们再加后山剑背。消炎药20盒，碘伏10瓶，纱布200块，4袋糙米，2袋白面。念到一账我了，算这么细。等发了工钱照着买，老家几10口人等着用，那边买不着正经药粮。今天就是发薪日，王妈待会儿就到，跑不了你的。粮食成根，药是兵命，多攒一份物资，硕榜就多撑1天。凌月蹿个子快，半丈不够做件冬衣，2种不能省，开春就得种。明天拿到钱，买齐就连夜送回去。山下派出所最近在查暂住人口，没登记的都要补。这是你这个月苏薪加2万奖金，点一点。王妈，这就是工钱，不是银子铜板。怎么了？数不对？不是数不对，这纸轻秋飘的
粮店药铺能认，能换实打实的粮和药。林子，现在都用，全天下都能花，你这反应倒像从古代传来的。纸做的钱真能换药换粮，万一店家不认，我怎么跟叔公交代？别犯愁，这全国通用，哪家店都认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我明儿抽空带你去市集走一趟，亲眼看着你把良药买齐，心里就踏实了。王妈，我不是不信您，是这纸我在西区从没使过，怕店家不认账，白跑一趟。你这小子，王妈还能诓你什么？这钱搁哪儿都好使，比你那碎银子还方便。回头我带你去认认，保准买的明明白白。太太那边来了客，我得去主院盯着，认钱的事儿怕是得往后挪挪了。我这儿也走不开，这批膏方今儿必须熬出来，晚了交不了差。不认的钱又没人带着，东西买不成，这趟不就白跑了？王妈，最后一转单方的修复记录我理出来了，您看看。陆总，您来的正好，这孩子头回见，不敢拿去买东西，本想带他去市里认认钱，偏巧太太那边来了客，腾不出手。苏燕，我下午正好要去市区医药公司对接原料样品，顺路带你走一趟，顺便让你看看现代良药的供应情况，如何？多谢陆总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举手之劳，收拾一下，10分钟后正门见。不用牛马牵引，通体铁甲，这东西若是能运回边关，运粮送药能省大半功夫。上车吧。这铁甲车比边关最快的战马还利索。第一次坐车，别紧张，靠好椅背就行。头一回，这宣车不用牛马，怎么跑得这般快？靠发动机，烧的是汽油，具体原理回头慢慢给你讲。比朔方镇最繁华的集市还要大上10倍100倍，这地方当真处处都是良药。这纸币真在这儿能换良药？进去你就知道了。这哪里是凡间粮铺？朔方镇官仓凑一块都没这儿1半粮多。散装糙煤5块1斤，白面4块，常年都有货。守城弟兄可得选了年发霉麦饼，要是能见着这么多米，2万多奖金能买4000多斤糙煤，够药雷家商营撑大半年。不多拿点儿，你老家人口不少。先应急，钱得留着买药，药比粮金贵，盐是必需品，不能缺。消炎药10盒，碘伏6瓶，纱布8卷，省着用，够撑1个月。绷带多拿2卷，重伤员换药费得快。对，我怎么把这个忘了？你来付。386块5，找您13块5，慢走。真换来了，这轻飘飘的彩纸，当真能换救命的良药。再等会儿，天再黑些就回去。谁？退烧散只剩2天的量了，上营催了3回。师兄，你可回来了！这么多，师兄你打哪儿弄来的？回头细说，先把药分出来，伤兵等着换药呢。师兄，这是细粮。是，管够。去烧锅水，今晚熬白米粥。盯着体温，半个时辰量一回，烧退了来叫我。是。师兄，烧退了，真退了。药效和之前一样，伤兵有救。
苏小兄弟，这粮打哪儿来的？这么好的白米，山里可寻不见。先生寻到先辈留下的旧窖藏，拿出来用罢了。旁的我说不清楚。旧窖藏，能不能匀我几斤？药炉的规矩，粮药只供伤兵将士，不外卖也不匀换。要买药我照常配，打粮的主意就请回吧。师兄，这2天山药围总有人晃悠，我已经按你之前的吩咐，加了暗哨守着后山。先生叮嘱过，古井的秘密半个字都不能漏。山民嘴碎，敌军探子也说不定已经摸过来了，往后得更小心才是。3年了，好久没吃过这么像样的热饭了。这些兵，少小从军守到白头，3年围城啃树皮都没垮，1碗白蚁粥倒把眼泪喝出来了。只是这第18批求援信使已经派出去2个多月，还是杳无音信。不知京城援军何时能到？这城我们又还能撑多久？师兄，这盒消炎药和上次那批剂量差了半片，是不是得捡着用？对，你记得清楚，喂药前务必核对。师兄喝水，今天的粥可香了。这样的日子，能多过一日是一日。师兄，门口来了3个逃难的，看着不对劲儿，虎口全是老茧，眼神总往院里瞟。行行好，给口水喝，给口粮吃。我们走了3天的山路，撑不住了。这茧子不像庄稼人，倒像常年握刀的兵。各位先歇着，我去倒水，再拿些干粮。来者不善，怕是赫达的人摸上门了。今日这关，怕是不好过。小兄弟，我们哥几个逃了3天路，身上都带了伤，好歹给几包成药应急，也算积德了。成药有，但药疗规矩，先看伤再给药。各位伤在何处？我先瞧瞧。给脸不要脸，拿来吧你！你们怎么抢东西？你耍什么邪术？银针封穴，半个时辰自检，念你们是逃难走投无路，今日不取你们性命。滚吧，别再踏足黑虎山。那小子邪门的很，等着，回去禀报首领。这药铺藏了这么多良药，铁定有猫腻。还有后山那片荒原，我看他天天往那边跑，补给线说不定就藏在那儿。别用草灰，容易发炎。我来。师兄，我不疼。那些坏人走了吗？走了，不会再来了。回屋歇着去吧，晚饭给你熬米粥。师兄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万一他们真是赫达的人，回去报信可就糟了。放心，他们走不出黑虎山。从今日起加派暗哨，后山主井方向多安排2个人守，药园四周也布上预警草绳。他们能找到这儿一次，就能有第2批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探子摸上门，说明赫达已经盯上了这片山。今日解决了3个，还会有下一批。古井这条补给线藏不了多久了。住手！这些纱布碘伏包装只是破了点，里面东西全是好的。还有这些饮片，离效期还有3个月，怎么能说扔就扔？这是药房规定，临期包装破损的都得统一销毁，口服注射类管得更严，谁也不敢私自留。可这些东西能救命，一片纱布能裹1道伤，1包碘伏能防感染救1条命，你们就这么当垃圾扔了？我也知道可惜，但规矩就是规矩，出了问题谁也担不起。你别在这儿拦着，我们还要赶流程。我拦的不是规矩，是平白无故的浪费。这些外用材干干净净还能用，就不能想想别的法子？我必须按规定来。朔方镇缺药缺到连裹上的粗布都撕光了，伤兵整夜哀嚎。这里好好的纱布，却要当垃圾扔掉。
你们俩是营里最顶尖的好手，潜入黑虎山，务必摸清他们的补给源头。前2批人都折了，你们切记小心，拿到石郡回报，不许贸然动手。属下遵命。怎么回事？沈总，是这样的，这批是我们按规装挑出来的待销毁物资，都是外包装轻微破损，离效期还有3个月的外用耗材和钥匙同源影片，正准备走统一销毁流程。这位苏先生突然冲进来，拦着不让扔，说里面东西都是好的，扔了可惜。我们跟他解释了这是规定，他也不听，正僵持着呢。你说这些东西能救命，是以前见过缺医少药的光景。老家那边缺药缺得厉害，伤员裹伤连干净粗布都找不到，整夜咬着木棍熬天亮。我见过太多因为没药没纱布熬不过去的人，实在看不得这么好的东西被扔掉。我早年支边的时候也见过，一卷纱布能救1条命，一根棉签能消1道感染的伤口，我都记着，不能让合规流程成了浪费的借口。我在这里立个新规，口服与注射类药品严格按药监规范销毁，这条是底线，绝不能动。但外包装完好，临期3月内的外用医用耗材和药食同源饮片不再列入销毁清单，统一整理出来，对接公益医疗队捐赠给偏远山区。是，沈总，我记下了。往后你要是想留存这些外用耗材，走我的捐赠登记流程，名正言顺的拿，不用偷偷摸摸攒边角料。多谢太太。按规矩登个记，姓名籍贯填一下，后续走流程要用。这是太太特批的，这下好了，往后带东西回家名正言顺。走捐赠流程，不用再攒边角料了。太太跟我说，你心里装着旁人，难得别人当垃圾扔的东西，你当宝贝护着，是真见过苦的人才懂这份轻重。这些纱布碘伏带回去，够药炉用好一阵了。叔公他们守了3年的城，这下能多救好多人。又犯了，西医怎么说？说是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症状，没根治的法子，只能养着。天一凉，手指就发麻，夜里常常被痛醒。之前那家医院开的药不管用，关键药材冰金草在中原药界早就绝迹了，古籍里也只有灵香记载，没有这味药引子，方子再好也断不了根。你父亲当年在西域考察，找了一辈子都没寻着。冰金草，沈总问的是通络止痛的冰金草，你认得？这药材中原确实绝迹了，但西驴的阴径山壁间还有野生种群，只是山高路险，寻常人采不到。我随身带了些干品，本是留着自用的。若沈总信得过，我用古法慢熬药汤，配合家传通络酒针施冰调理，或能见效，只是得连着治上3、5日，看反应再调方子。你这几针下去，半边手臂都热了。通络酒针讲究引气入经，冰金草通12经脉，针药相合，必痛自散。第1针引气，第2针通络，第3针才是驱寒止痛。3针过后，您试试活动手指。这针法比西医理疗管用多了，麻木感退了大半，夜里也能睡整觉了。这药草当真管用，我这些年试了多少方子都不见起色，没想到让它几针几剂就见了效。看来西区那座山藏着的宝贝不少，回头可以做成分检测，看看这冰金草里到底有什么门道。冰金草在西圈虽珍稀，却非孤品。若能借着沈种的病打开这条路，往后2界的往来便有了由头。现代有现代的好处，可西圈的东西也是现代求都求不来的。补给点肯定在荒原里，他每隔2、3日必去一趟。先别急着动，再盯几日，摸准规律再说。别忙活了，陆总吩咐给你配的工作手机，以后对接捐赠物资都直接发信息打电话，不用来回跑。之前见张姐用过的千里传声法器，我一个打杂的也配用。王妈，这么金贵的东西给我用，太浪费了吧？我多跑2趟不碍事。什么金贵不金贵的，人手一个的玩意儿，拿着，我教你怎么用。还会发光，比我想的邪乎。瞧你这点出息，手指划一下就解锁。轻点别按碎了。这还能发语音，按住说话，松手就发。我示范给你看。我在药房教苏燕用手机。我在药房教苏燕用手机。
你来试试，发我一句。王妈，在下苏燕，试传讯一句，您若听见便回个话。喊什么？我耳朵不背，这东西灵得很，不用扯嗓子。王妈，在下苏燕。王妈，您声音怎么也钻这匣子里了？您没被收下去吧？傻小子，这是网络传声，我好好站你跟前呢。合着不是装人啊，吓我一跳。这玩意儿要是能带回边关，传讯可比跑断腿快多了。就是不知道这劳什子网络连不连得上黑虎山。果然用不了，也是，两界相隔，哪有这么容易连通？好在现代这边能用，对接物资也能省不少事。张姐，这几日风凉燥重，院里上上下下不少人都染了风寒，白日里咳声没断过，还有人皮肤干得发疼。我列了几味药材，想从库房借用些，熬2味古法膏方，给大伙儿都分点试试。你拿去用，跑之间归你使，别把我的家伙事弄坏了就行。熬完了给我也留一罐，我这几天胳膊也干得发痒。成，先给您留。避温膏防风寒，通鼻窍。修护膏润肤生肌，都是军中老方子，换个地方应该也管用。我帮你贴标签，这批是什么？避温膏和修护膏，打算分发给大伙儿试用。成色不错，药味纯正。避温膏这个给我抹一点在手背上试试。通透。苏燕，这些膏药能量化工艺做成分装成品吗？量化就是把你的古方变成标准化的产品。现代护肤品要走合规备案流程，成分检测、功效验证、包装设计，一套下来才能上市。我这边正好有高端伴手礼的渠道，古法草本是空白赛道，你的方子刚好能打。古方可以改良，但是药材要道地，工艺要足火，偷工减料的事我不干。能加蜂蜜调口感，能用现代包装。但药配比一点不能改。可以，你的底线也是产品的卖点。先做一批试用装，收集反馈后再推定制伴手礼，一步步来。费用我出，你只管配药熬膏。那便说定了，试用装我来做，旁的事我不懂，听你安排。若真能做起来，往后带回去的东西又多了一条来路。边关的弟兄们也能沾着膏方的光。你这2味膏可算熬出来了，大伙儿都催了好几回了。上回赵太太用了1罐修护膏，说手上裂口子好了大半，昨儿又托人来问能不能再要2罐。苏小友，这修护膏还有没有？我家老太太用着好，非要我再淘几罐，说比城里买的那些桂面霜都管用，抹着不油不腻，还透着股药香。有，您拿去。这批本就是熬来试用的，不收钱。那怎么行？你们这膏方好，回头我让家里给陆总递话，该给的钱1分不少。老太太说了，往后这膏要长期用。我在这药房待了这些年，头一回见有人把试用装当宝贝似的抢。苏苑，你这膏方火了，我定制的那批伴手礼刚送出去3天。就有3家客户回头问能不能长期供货，出的价还不低，还有2家主动问能不能定制功效款。当真？市场反馈远超预期。古法草本这2年正热，你这膏方药味纯正，见效又快，是硬通货。
我看了你画的这些，穴位走向、炮制火候、药材配比都有讲究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把这套古法做成一个正经的品牌，成立古法医药工作室，你做主理人，我们出技术、出渠道，把避温膏、修护膏这些古方做成系列产品，收益按比例分，你拿技术股。若真能做起来，往后带回去的东西便不只是良药、棉布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惦记老家，工作室做起来，你打包带回的膏方只会更多。成。但有一条得先说在前头，古方可以改良包装，药材配比一点不能改，偷工减料的事儿我可不干。这条我记下了，就当工作室第一条铁律。多谢陆总，这工作室若能成，西台上下都记您的情。这批膏方带回去，避温膏给守城将士防风寒，修护膏给药炉治跌打外伤。叔公他们守城3年，伤兵换药全靠粗布黄连水，有了这膏方，便能少受许多罪。良药、棉衣、膏方，一样一样来，总能把那边撑起来。工作室今日正式挂牌，苏燕任主理人，掌古方与炮制。张姐对接药材供应链，景然负责品牌包装与市场推广。从前在边关，连裹伤的粗布都撕光了，如今这边竟有了正经的药炉。若叔公他们也能见着，不知该多高兴。苏兄，别发愣了，进来开第一次立项会，正事要紧。我提议在避温膏里加一味网红成分角溪檀，古法加科技的营销噱头，再把功效宣传放大些，写上根治风寒、修复损伤，转化率能翻倍。角鲨丸是什么我不懂，但避温膏的方子，每味药都有它的用，加一味减一味，药性就变了。风寒能不能治好要看人看症，写根治就骗人了。苏兄，这是营销套路，就是加个噱头，让产品好卖。你不加这些，光靠古法2个字，市场竞争太激烈，消费者根本记不住。记不住就记不住，药是给人用的，不是给市场看的。可市场不认这个，偷工减料、夸大功效、骗人的事，我不干。都别争。景然说的市场路子有道理，苏燕的古方底线也不能破。我看这样，产品外包装、品牌调性按景然的方案走。古法故事要讲好，但方子配比、功效宣传一律按苏燕的来，实事求是，不夸大不掺假。行，古法为根，功效优先，不夸大不掺假，这16个字当工作室的产品底线。不过包装设计归我，苏兄可别插手。包装的事我不懂，听你的。这是第一笔启动资金，前期投入我来出，亏了算我的，赚了按比例分。你先采买药材、备料开熬。这笔钱若全买药材，能熬200罐膏方；若匀出一半买消炎药与过冬棉衣，能给药炉多撑1个月。又在盘算往西追带东西了，让陆总见笑。习惯了，拿到钱第一反应就是算能买多少良药棉衣，该带就带。工作室的膏花你也照旧打包回去，这是说好的。启动资金不够我再加，你别委屈了那头的弟兄。这工作室我一定给办好。对得起古方，对得起陆总，也对得起西圈的弟兄们。这位兄弟，做买卖的心思没几分，惦记西区的心倒有12分。人家那才叫心里装着事儿呢。陆总，街道办来人了，说要核查员工的身份信息，尤其是新来的。苏小兄弟，这种的什么？我种了半辈子地，没见过长势这般旺的庄稼。你看这杆子粗的，比我家青稞撞了3圈都不止。远方朋友寄来的2种，说是耐旱，先试着种种看，能不能在咱这山里扎下根还不好说。这苗子比我家的青荞强了不止1星半点，根扎得深，叶展得开。苏小兄弟，这种子能不能匀我几粒？我也种种试试。我家那几亩薄地再种青稞，怕是要饿肚子了。先生叮嘱了，头1年先试种看成效，
种子来历暂不对外扩散，等收了秋再说。这苗子长得邪生，该不是什么异种吧？咱这山里从没长过这般东西。异种能长这么旺，我看就是好种。你那青稞种了多少年，收成还不够塞牙缝的，人家这苗子一看就是能吃饱肚子的。各位叔伯，别踩上苗，先生说这苗金贵着呢。现在怎么会有我的信息？师兄，你可回来了！试验田的两种长势太旺，山民都围着看，还有人嘀咕是异种不详，问东问西，追问种子打哪儿来，我拦都拦不住。长势太惹眼，藏是藏不住了。你只管按之前说好的，一口咬定是远方有人祭的两种，别的半个字都别漏。可消息怕是已经往山外传了，万一把赫达的人招来，良药能藏在包袱里带，两种种在地里藏不住。试验田这么显眼，赫达的探子是在山外打探，迟早会盯上药炉。往后加强后山巡查，守山老兵多派2个，盯着试验田方向，有生面孔靠近，立刻来报。另外，跟商营那头也通个气，让巡逻的弟兄多留意黑虎山外围的动静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师兄，那些山民是好奇，不是恶意。等收了秋，若两种当真能在山里扎下根，再想法子匀给山民种，让大伙儿都能吃饱肚子。眼下先稳住，别漏了底。成，我记下了。师兄你放心，古井的事我半个字都没漏过。就是这口井，姓苏的每次都是从这儿消失的。咱们守到天亮，看他到底怎么出来。下一个，大夫，我们哥俩走了3天山路，讨口水喝就行。明岗2个，粮垛在西角，后山小径通荒原，夜里摸去后山，找补给线。谢大夫。那处遮得反常，地下多半有东西。姓苏的每隔3日必来一趟，空手进负重处，头2批兄弟就折在这儿。那井泛蓝光，他就这么跳下去了，人呢？难怪头2批兄弟没了踪影，这哪是普通密道，邪性的很。那还查吗？查个屁！此地不能久留，连夜回迎禀将军。这井碰不得硬来，让将军拿主意。将军，蹲守7日，以摸清布防。后山荒原藏着一口蜀井，井泛蓝光，苏燕能纵身出入，每次都带回满包袱粮药。前2批兄弟定是折在这口井里。原来这就是他们守了3年的底牌，一口能运粮运药的宝井。哼！传令，300精兵连夜围山，封死所有出山小径。20名死士明日夜伏荒原。得令。等苏燕出井，当场拿下。没我命令，谁也不准碰那口井。本将要活的苏贤，更要井里源源不断的粮药。等拿下黑虎山，朔方镇就是囊中之物，北境全境都归我。朔方军，你们的秘密藏不住了。后山荒原加2个人，死死守住井口。所有人弓箭上骁，没我命令不许放箭。是。
还是来了，赫达的人摸到家门口了。传说不是空穴来风，苏燕的来历，这口井果然藏着跨越千年的秘密。不好，调虎离山！这批货优先调，明天日落前送到别院。另外，把父亲当年西岐考察的全部档案整理好，送到我书房。好的，陆总。不管井那边是什么，先备好物资，真到了要伸手的时候，不能手忙脚乱。军中的药材压不住这种毒感染，再拖下去，怕是撑不过今夜。叔公，我带他去那边，那边的药能治，也能解这种毒。万事小心，撑不住就发信号。陆总，不好了！苏燕今天一早就没来药房点货，宿舍也没人，我前后院都找遍了，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我知道了，你别声张，也别让其他人乱找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我亲自过去看看。苏毅，妈，你现在打电话直接联系市医院总院神经外科，让他们提前腾好手术室，安排外科医生待命，就说患者是锐器刀伤合并重度感染，有失血性休克风险。我回书房拿急救箱，里面有止血粉、无菌敷料和静脉补液，先做应急处理。好。你们不问我他是谁，也不问这口井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救人要紧，我给你们找2套衣服先换上，我去叫救护车。快！喝点水吧，从下午到现在你一直没歇过，你肩上的伤口也得处理。等会儿我叫护士过来给你重新消毒包扎，别再感染了。谢谢太太。苏燕，等苏毅脱离危险，情况稳定了，我跟你走一趟西居。陆总，不行，那边是战场，赫达的军队随时会进攻，刀枪无眼，太危险了。我有5年系统的战术训练基础，懂山地工程布防，也学过完整的战地救流程，不是毫无经验的人。你现在跟我说清楚，黑虎山的白发军守兵有多少人？现有城防工事是什么配置？药品、粮食和武器的缺口分别有多大？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刀伤深达基层，感染已经扩散到皮下组织，再晚来半天引发败血病就很难救了。后续住院观察1周，规范用感染药物，定期做清仓换药，慢慢就能恢复。我也一起去，那边伤员多，普通百姓的日子也苦。我学过临床护理，也懂药材管理，过去可以帮忙照料伤员，建临时医馆，还能给当地的孩子开个学堂，多少都能出一份力。这些东西不带一兵一卒，当真能顶用。古代战场传令靠跑，夜战靠火把，有线通讯加光学压制，刚好打在他们的致命短板上。全是自带干电池的设备，不用基站，不用电网，落地就能用。
还有件事我放心不下，武警穿梭，我只在危机时刻带过苏毅，没带过别人，不知道穿梭的原理。万一你们被排斥，卡在半道，你牵着我们靠近井口试试。我父亲的笔记里提过一句双脉同频的记载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成了，陆家血脉果然是府庙，而且和陆家血脉相关的人也能顺着你的气息一同通行。府庙，原来还有这种说法。我只知道苏家血脉能开井，从没听过还有旁的血脉能同行。我父亲当年在西区考察时查到的零星记载，只当是传说，没想到是真的。那我也能跟着过去。当然，我们都是陆家人。你们放心去，这边的物资我盯着续，工作室的膏方也不会断，万事小心，平安回来。苏燕，照顾好陆总和太太。别愣着，帮忙搬箱子。药炉情况怎么样？苏毅受伤后，赫达的人天天冲营，围墙破了个缺口，弟兄们伤了好几个，快顶不住了。别耽搁，先去药炉救人。找2个手脚麻利的过来，我教你们消毒缠绷带的正确方法，学会了能救更多人。多亏了你，再晚半天，这几个弟兄都撑不住。这只是开始，天一亮我们就布防，不然等赫达再攻，还是守不住。3个点北成三角之势，互相能支援。山顶见瞭望岗，看得最远。古井岗是命门，必须重兵守，主阵地留1半人机动支援。我们之前只知道守院子，从来没想过这么布防。古代守城只靠人硬扛，其实靠地形和预警能省1半力气。山顶回话，山顶收到，一切正常。这真的是。老天！沿着阵地外围埋，细线牵在草里，敌人一碰就亮灯响风鸣，比暗哨还灵。长亮是正常，3短闪是遇袭，连续快闪是求援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就算贺渡人再多，我们也能提前知道，及时调兵，等入夜了就知道效果了。赫达惯于夜袭，今晚更好让他们尝尝厉害。正西方向有伏兵，人数约200。开灯！邪术，一定是那口井带来的邪术。陆总发消息了，说首战赢了。太好了，就知道他们肯定能行。这批膏方明天就能熬好，等苏燕下次回来刚好带走。沈姑姑，你喝，我不渴。你喝，姑姑大人耐渴，等打退了敌人，咱们就有甜水喝了。水还能撑3天，粮能撑5天，再等不到援军，就真的顶不住了。赫达围得这么死，
就是想困死我们。他知道我们的底牌不多了。苏燕，听着，赫达首领有令，交出古井秘密，开营归降，封你为衣冠之首，赏牛羊100头，负隅顽抗。我赫达的大军就将踏平黑虎山，鸡犬不留。那是什么邪物？先别冲太近，派斥候探清楚山上人的来路。藤下可是朝廷援军，老夫苏清玄，白发军随便一师，山上都是我守城弟兄。苏老医师，我是先锋偏将赵峰。山上这几位装束怪异，还会使发光异术，究竟是什么人？这几位是苏家故交，隐居山中的隐士高人，善机关奇术与医术，特意下山相助守城，绝非嫡系。赵某尽可放心。佐以包抄。派人盯着他们的住处，名为保护，日为监视。那些机关器物不许任何人乱碰。遵命。这位赵将军对我们防备得很紧，正常，换作是我，也会对来历不明、手段奇异的人起戒心。打几仗见了实效，慢慢就好了。苏老，3年不见，你身子骨还硬了。当年我中了毒箭，还是你亲手拔得的箭敷的药。魏将军风采依旧，老夫今天来是给你带个人。魏将军在下陆恒，懂些布防战术与战地医术。赵峰说你有不少奇物，还懂排兵布阵。如今赫达主力推到山口隘口，依你之见，这仗该怎么打？赫达吃了败仗，认定我们会正面强攻。必定把主力堆在隘口，我们兵分3路，正面迎佯攻造势，吸引他全部注意力。左右2队走后山密道伏击，截他退路。山道狭窄，他的骑兵施展不开，伏击一旦得手，就能重创主力。后山密道，这条密道是早年戍边将士挖的，只有白发军知道入口，能直通山口侧翼。好，就按这个方案来。赵峰，你带正面迎佯攻，其余2队随苏老的人走密道。陆先生大才，一战定乾坤，魏某敬你一碗。将军调度有方，守军将士用命，我不过是出了点绵薄之力。先生的来历我不多问，只要你一心助我守边安民，其他的魏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诸位，3年围城，今日终结。朔方军死守孤城，功不可没。隐士高人齐数相助，力挽狂澜。我代朔方百姓敬各位。2位先生大恩，朔方军民记在心里，往后安心在这儿行医做事。有魏某在，没人敢乱查乱问。将军抬爱了。老苏，咱们认识20年了，我不问那几位到底是什么来头，也不问那些奇物从哪儿来，我只问一句：他们对朔标有没有害处？将军放心，他们心善，是真心来帮我们的。苏家3代守边，我用性命担保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往后他们安心做事，我这边替你们兜着，不上报，不深究，对外就说是山中隐士相助守城。多谢将军体谅。这下我们可以踏踏实实做事情了。打水井、推2种、建医馆、学堂，一样一样来。师兄，苏一哥醒了。总算醒了，再睡下去，01、0月都快把药罐熬穿了。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，那边的药当真管用。瞎说什么？好好养着，等你好了，还有好多事要做。
如今围是解了，可城里的难处还在。3年大旱，地荒了，水缺了，百姓日子还是苦。我和苏燕商量过，分3步来。第1步，打深水井，从根上解决缺水问题。第2步，推广高产耐旱作物，让百姓吃饱饭。第3步，办医药合作社，建普惠医馆和蒙学学堂，看病读书都有着落。医馆和学堂的启动银子我来出，药材、书本这些也都能慢慢筹措。好主意，这3件事件件都办到点子上了。人力、安保方面，军方全力配合。我调1队工兵过来帮忙打井，再派2个识字的老兵去学堂搭帮手。有魏将军这句话，这事儿就成了一半。从明天起，先测水井位置，早1天打出水，百姓就早1天不用喝浑水。哎，这底下有东西！苏氏主义，陆氏主造，孕育为心，双脉为孝。这是先祖们刻的，和我父亲笔记里的记载完全对上了。这口井是西汉驻边的苏姓军医和陆姓营造师联手打造的，本来就是绝境下的补给后手。苏家血脉是主要，能独立开井；陆家是辅庙，得跟着主脉同频才能通行。难怪当初你能跟着我穿过来。原来1000年前，我们2家先祖就一起守护这座边关。之前查到你身份的那份备案，是我父亲30年前提前录的。他当年没找到鬼鼎，也没见到苏家后人，只当是个学术假设，没想到真的应验了。当年西里考察，我寻得古井残址，也访到苏氏世代戍边古井通界的旧闻。我料想，日后若真有苏家后人寻此井而至，总需个合法身份安身立命，便以古籍研究样本之名，预先在户籍系统录入了苏燕之名，全当给戍边后人留个托底的后手。就选这儿，土层浅，下面有卵石层，顺着石缝打下去，8成能出活水。我按古法变过地势，背山聚气，也是藏水的格局，和你标的位置对上。陆先生，这地方打不出水，老一辈挖3丈都是干土，白费劲。要打就得去东边河沟旧址，那才是老水脉。河沟斗久的水是渗山水，旱季就枯，撑不住全城人用。这是深层水，打透了4季不断。我就说不行吧，这地方旱了多少年了，哪来的水？还是太年轻，不懂咱们这地皮的脾气。陆先生，都2丈深了，还是干的。再挖3尺，见了卵石层就慢着点凿。沈叔叔，学堂真的能让我们也去读书吗？当然能，不管男孩女孩，只要愿意来，都能认字、学算术，还能学基础的医药常识。那我们也能认得药书上的字，不用总麻烦师兄了。以后你们自己就能读整本医书。沈姑姑，医馆动工的木料已经运到镇口了，下午就能往工地送。我身子好的差不多了，明天想去工地搭把手。别逞强，重活有的是人干，你帮着清点药材，记记账目就好。好。湿了，土潮了，下面有石头缝渗水。先生，水是浑的，浑着泥沙出水量也小。我就说不行。别慌，卵石髓、钢石都是混的，把泥沙淘干净就清了。对，连夜淘沙，明天天亮见分晓。清了，水是清的，往上冒了。出水了，是活泉。天哪，是甜水，真打出水了！这2个人能救朔方。将军，趁奏传回消息，赫达残部在北边300里外集结，约莫有上千人，看样子是想趁我们刚站稳脚跟再打一次。他们粮草耗得起，据说抢了2个边境部落的存粮，够撑一阵子。他们还放话，说要毁了我们的水井和良田，让朔方再变回死城。想得倒美！
加派2队骑兵守隘口，水井和良田周边加岗哨。告诉弟兄们，刚过上几天好日子，绝不能让他们毁了。遵命。水井成了，下一步就是推良种。可镇上的农户守旧，怕是不肯轻易换种子。正常，没见过的东西，没人敢拿1年的教程赌。我们先种官田示范，收了粮，大家自然就信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魏将军已经划了20亩官田，明天就可以开始整地。这种种子看着就怪，圆滚滚的，不是麦子也不是粟米，能长出粮食？就是看着花里胡哨的，别是中看不中用。人家陆先生能打出水，种粮说不定也有门道。打井是手艺，种地是老天爷赏饭，两码事儿。种坏了一季，全家就得饿肚子。各位乡邻，这是耐旱高产的良种，我们先在官田试种，秋后收了粮，要是真管用，再分给大家；要是不成，损失官府担着，绝不连累各家。师兄，他们怎么不信啊？这种子在现在产量那么高，没亲眼见过，不信是正常的。等禾苗长出来，结了穗，他们自然就信了。别说他们，换我是种地的，我也不敢赌。咱们把田种好，用收成说话。种子都齐了，书本也按苏燕列的单子装好了，还有那批消毒粉和驱虫药也一并塞进去。这是刚熬好的避蚊膏和蚊虫叮咬的药膏，那边入夏了，蚊虫多，正好用得上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对了，陆总那边捎信儿说，后面还要一批小型的灌溉工具零件，你让采购那边盯紧点。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陆先生，师兄，喝水。我们数过了，20亩地都种完了。辛苦你们了。再过半个月就能出苗了，等秋后收了粮，百姓就能踏实过日子了。会。苏先生，陆先生，魏将军请2位去大营一趟，北边有异动，赫达的人好像在摸隘口的布防。沈夫人，听说你们建医馆给百姓看病，我们也帮不上啥忙，这点东西你们收下。是啊，以前看病得跑几10里，以后家门口就能看，真是积德的好事。大家有心了，医馆建好后，穷人看病抓药只收成本钱，孤寡老人分文不取。以前药炉只够救伤兵，现在能给全城百姓看病了。以后还会有学堂，孩子们都能读书识字，日子会越来越好。赫达的人分小队袭扰边境村落，抢粮烧屋，就是想引我们分兵出去，再趁机打朔方。已经派了2队骑兵出去支援，但他们打完就跑，追不上。他们耗得起，我们耗不起。村落散，分兵守正中下怀，他们的目标还是水井和良田。只要守住这2处，他们抢再多村落也站不住脚。对，把水井和良田的防御加固，村落组织百姓往镇里暂逼，坚壁清野，他们抢不到粮，自然就退了。就这么办。赵峰，你带人去组织百姓转移，沿途设伏击点，敢靠近就打。遵命。一群废物，连颗粮食都找不到，烧了这破村子！贼人在此，放箭！什么人？站住！他们盯上古井了，那是你们的后路，绝不能丢。今天我们先学认字，先学自己的名字，再学家国2个字。咱们的孩子也能读书了。苏先生，这苗子当真比咱们的粟米耐旱，这大半个月没下雨，居然还长得这么旺。是，这品种根扎的深，耗水少，结的穗也多。等秋后收了粮，大家就知道了。苏先生，那明年我们家能种这个不？当然能，今年收了种子，明年就分给大家，保准人人都能种上。赫达主力已经在北边集结完毕，大概3000人，秋后就会南下。他们放话，这次要先毁古井，再破朔方。
他们果然盯着古井。古井是补给线，也是他们眼里的邪物，肯定会拼命抢。我已经加派了重兵守黑虎山，隘口也布了防线，但这一仗怕是不好打。打了3年都守住了，现在有水有粮有药，更守得住。不只要守，这一仗打完，要让他们再也不敢南下犯边。赫达的先锋营已经到山口了，最多2、3日就会摸到山脚下。药炉的急救药材都搬上来了，碘伏消炎药构成2轮猛攻，就是箭矢不多，得省着用。放心，我部的防线没那么容易破。真到撑不住的时候，我会现代搬救兵。不行，太危险！你来回穿梭太耗神，真打起来你走了，阵脚就乱了。先守着，实在不行再说。您好，我们是市文物考古队的。这片区域地下勘探出汉代建筑遗址，按照规定需要进入做保护性考察。实在对不住，这园子是业主私产，种的都是珍稀药用植物，平时不让外人进。考古的事儿我做不了主，得等业主回来。我们有正规勘探批文，还请配合。这处遗址对研究汉代戍边史很重要。批文我看见了，但业主真的不在家，去外地考察了。没他点头，我不敢放你们进思源。这样，我再催催他，等他一回来，我立刻通知您。我们最多等3天，3天后不管业主在不在，我们都会按规定进场。这可怎么办？陆总，你那边到底怎么样了？赫达3000人分3路来，一路佯攻隘口，2路直奔黑虎山。他们的心思很明白，毁了古井，断了我们的补给，朔方就又成了死城。将军，末将愿带一队人守黑虎山，誓与古井共存亡。不必，黑虎山地形易守难攻，现有守军加我的防御器械，足够扛住守于猛攻。赵将军，你带主力守隘口，别让他们抄了朔方后路。我留在古井阵地，药材、伤员都需要人。我熟地形，也熟那边的气息。好，万事小心，撑不住就发信号，我派兵驰援。来了，所有人戒备，没命令不许开灯。这强光器械，当真比火把好用100倍。这只是试探，他们吃了亏，下次就会戴眼罩、带盾牌，再来就是硬攻了。师兄，今天这一仗我们赢了，赢了第1轮，后面还有的打。赫德人多，耗得起，我们耗不起。山下都传开了，说赫达要把我们困死在山上。别听他们瞎说，有水有粮有药，我们守得住。去把避蚊膏分下去，夜里凉，别让弟兄们染了风寒。我得回现代一趟，一来补点物资，二来考古队盯上荒原了，王马顶不住。现在山下全是赫达的岗哨，你走了，万一他们夜袭，防线我都布好了，对讲机也留了1台给你，3个岗哨能互相通消息，我快去快回，最多1天1夜，肯定赶回来。真要是顶不住，就往古井退，只要井在，我们就有退路。万事小心，等你回来。陆总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考古队那边我都知道了，你去安排。上午9点，我跟考古队领队见面。这处遗址是我陆苏2家先祖汉代戍边时留下的私产。有家谱与史料佐证，我父亲30年前就做过考察，早已申请了家族文保典。大规模发掘会破坏遗址完整性，我不同意。可这处遗址的学术价值我不否认，我们可以合作，我出资，你们出技术，做小范围保护性调研，成果共享。但大规模开挖不行。好，先做小范围调研。回来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暂时稳住了。带了对讲机、急救包，还有一批强光灯和电池。赫达想围，
我们就陪他耗。山顶岗哨注意，等敌军进了警戒区再开灯。弓箭队准备。他们有防备了。正常，传令侧翼仍然烧灌，封山道。赫达主力全扑去黑虎山了，隘口这边只是佯攻。将军，末将带骑兵冲过去，抄他们后路。不行，隘口外有伏兵，你一出去就会被缠住。黑虎山暂时还守得住，等他们耗到傍晚，攻势弱，你再带轻骑绕后袭扰，别恋战，打了就走。遵命。师兄，你肩膀流血了。小诗，先救他。别怕，砸不到这儿。区区几百人守着一座破山，我们3000人攻了一天攻不下来。将军，山上邪门的很，会发光的邪术，还有火墙，弟兄们冲不上去啊！攻不上去就围，封死所有上山的路，断水断粮。我就不信他们能在山上撑一辈子。等他们弹尽粮绝，我看他们还拿什么守？遵命。按住这个键说话，松开就能听见。山顶有情况，古井这边立刻就能知道，不用跑着传令了。这比传令兵快10倍都不止，真是神了！西侧山道有动静，大概50-60人摸上来了。有这东西，调度方便太多了。赫达白天没攻下来，夜里又吃了亏，估计要改主意了。我猜他会围而不攻，困死我们。将军，山上的水源只有山泉一处，已经被我们堵死了。他们现在全靠存水撑着，撑不了几天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全军围山不攻了，就守着所有山口。我看他们能撑到什么时候。等他们水尽粮绝，自然会出来投降。山下被围死了，魏将军的援军也不好进来，再耗下去，药材线撑不住。不止这边，现在那边考古队也要进场，3天后挖荒原，古井一样藏不住。那怎么办？不能坐以待毙，围是死局，得打出去。正面硬拼，我们人少，赢不了。但只要拿下敌军的中军，斩了主将，敌军群龙无首，围局自解。你要夜袭中军，太危险了。险是险，但这是唯一的破局路。不仅要解朔方的围，还要趁着手头有装备，一次性打疼他们，让他们再也不敢南下。3更天动手，分2队，我带5个老兵摸进中军，烧粮草斩主将。苏毅带剩下的人守阵地，用强光和弓箭牵制前沿岗哨，造大举进攻的假象。我记住了，你们放心去，阵地我拼死守住。每人带1瓶碘伏，1包止血粉，受伤了先按住伤口。我跟突击队一起去，万一有人挂翠，能当场救。太危险，你留下守伤兵点。我是军医，战场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真出了事，多一个人就多一分活路。古井留2个人守着，那是我们最后的退路。外围可以，靠近园子不行。就知道这群人不死心。师兄，你们都要平安回来。放心，我们打完就回来。等解了围，给你们买糖吃。嘘，
待在这儿。义军西营了！是苏毅的牵制，动手！哪个天杀的敢在老子营中放火？小心身后！邪术！你们全是邪术！撤！好一个调虎离山！陆先生，你们先走，别管我。废话，出来的时候多少人，回去就多少人。将军，粮草只剩3天的量，隘口那边也被镇北军袭扰，后路不稳，弟兄们都有点慌了。慌什么？不过烧了点粮草就撑不住了。将军，要不先撤，等秋后粮草备足了再来。撤！我们赢了！赢了，赢了。2位以少胜多，奇袭破局，魏某佩服。将士们用命，我不过是出了点主意。陆总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考古队已经出尔反尔，拿到了进荒原的正式批状，明天就要进场了。我知道了，放心，有办法。荒原整体申报家族文保点，不对外开放。你们可以联合高校做地表调研与史料整理，成果联名发表。但地下主体结构必须保持原样，不得擅自发掘。陆先生的方案更符合保护性原则，我们同意只做地表研究，不深挖遗址。总算解决了，我这心悬了好几天。备点物资，我明天再过去一趟。那边秋收了，医馆学堂也该动工了。种了40年地，从没见过这么能结穗的，1亩顶过去3亩。师兄，南边3个村都登记完了，种子怕是不够分。先紧着受灾最到的村子来，剩下的我再想办法。当年你爹总念叨想在镇上建个医馆，让百姓不用跑几10里山路看病。没想到，最后是你替他圆了愿。不只靠我，没有陆先生，没有这口井，光凭我们守不住。也是天意，1000年前2家先祖一起造井，1000年后你们一起守城建馆，都是注定的缘分。老苏，3年了，终于又有这般光景。是啊，守了3年，总算没白守，比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热闹多了。以后会越来越好。医馆下个月正式开诊，学堂也收了第一批学生。等明年开春再打2口井，多开些荒地，百姓的日子就更稳了。先祖们当年造这口井，大概也没想过1000年后真能派上用场。他们想的是守好边关，我们也是，只是方式不一样了。下次过来，我带你去看新开的荒地。好，下次我带些新的药材种子，还有学堂的课本。守好这边，放心，一路平安。
回来了，那边都还好？都好，秋收了，百姓日子安稳了不少。你父亲当年总说，这口井是戍边人的念想，现在看来，他的念想成真了。朔方灵月。千年之前，有人凿井为器，留一条后路守家国。千年之后，有人赴约而来，凭两界明光暖山河。古井无言，传承不息。只要边关的风还在吹，守边的人就永远都在。